巴拿马护照2周就办好。这可能是世界上可以急速获取的第2本护照，没有之一哦。Hola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传说中只需2周，巴拿马特别护照就能到手，这到底是都市传说还是真有其事呢？今天就来一起研究解码，揭开谜底。Vamos！巴拿马特别护照，名字听起来就很霸气，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这本护照也叫做巴拿马旅行护照，是一本专门给国际友人的旅行证件哦。也就是说，不是巴拿马公民也可以拥有咯。没错，但要注意，它不是公民身份的证明，而是让你享有类巴拿马公民的旅行待遇。它属于一本旅行证件。那是不是就等于多一个分身呢？差不多吧，这对于那些原本国籍不允许双重国籍的朋友来说，等于可以合法持有2个小本本，这样出国就更方便呢。那是不是拿着这本护照就可以环游世界呢？巴拿马护照的国际通行度相当高，免签加上落地签有130多个国家，用来旅行算是非常方便呢。这样看，免签欧洲不在话下哦。没错，欧洲、拉丁美洲、日本、东亚，甚至俄罗斯都畅通无阻了。既然叫特别护照，那跟普通护照一定有些区别吧？外表看起来2本护照都是一模一样，但打开内页就会发现彩蛋，里面会有照片、个人信息等等，就像任何护照那样。但有一行额外的信息就显示公民身份，在那里会写上你当前的国籍，例如美国、中国、英国这些。所以拥有这本护照并不代表就是巴拿马公民，它只是赋予持有人与巴拿马公民相同的旅行权利。原来如此，这种护照真的很少见啊。这正是巴拿马特别护照的特别之处嘛。说到这里，到底要怎样才能拿到这本护照呢？首先需要先取得巴拿马的入场券，也就是居留权啦，可以透过退休或受益者签证方式来申请。听到退休2个字，是不是要我马上变老呢？还是要很多的钱呢？不用变老了，重点在于要在巴拿马国家银行进行定期存款，存入足够的金额，以确保每个月有850美元的利息收入，这样就符合签证要求了。也就是说，本金跟利息都乖乖待在巴拿马，好一个通杀。总共要存多少钱呢？这就要看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啦。按照目前大约4%的年利率计算，大概要存入26万美元，而且要乖乖放5年哦。记住，这个金额是会变动的，所以要看当时情况而定。这根本是超能力大考验啊！存5年也太久了吧？那利息总可以领出来用吧？当然可以了，选择每月、每季或者每年领利息都行，就像零用钱一样。不过领钱的方式会影响年利率，进而影响本金数量，但至少有的选，算是蛮人性化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巴拿马国家银行存一笔钱，每月都有850美元的利息零用钱，巴拿马护照咻一下就到手了。没错，来到巴拿马后，先去银行开户，只要是为了申请签证，银行都会开绿灯，然后把26万美元转进去，定期5年，再去移民局交文件，就能拿到5年的临时居留权了。钱可以存在巴拿马的任何一家银行吗？不行啊，只能存在这家官方指定的巴拿马国家银行，也就是政府的银行了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肥水不落外人田？那风险指数如何呢？背景调查就交给各位自己做好功课了。如果有家人想一起移民呢？没问题，未成年子女、配偶都能一起来，只要准备一些额外的文件，像是关系证明啊。然后外国文件都要海牙认证跟翻译，这已经是移民圈的基本功啦。那拿到居留权后，就能马上拿到护照吗？是的，拿到居留权后，就可以去护照管理局申请。听说申请顺利的话，大概2周就能拿到护照了。果然是8国存款一次过，有钱使得马推磨。既有巴拿马特别护照用来全球旅行，又有巴拿马5年的居留权，还有不用放弃原国籍，就能有多一个小本本，真的是一箭3雕啊！
5年后到期了，可以延长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只要钱没动，准备好文件就能满血复活。透过定期存款，全家移民巴拿马，还能拿到旅行护照。你觉得这个 deal 如何呢？欢迎大家按赞留言讨论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听到现在，我都觉得这个护照好不真实。为什么巴拿马会有这种特别的政策呢？嘿嘿，别怀疑人生了。这个传说中的护照其实是有历史渊源。它来源于1987年6月24日议会通过的第9号法律，主要是为了鼓励外国朋友来巴拿马大撒币投资啦。感觉在移民圈中很少人谈论呢，难道是代办手续费太低吗？哎呀，这也许是其他捞金项目更吸引人吧，谁知道呢？巴拿马也是可以买房移民，看起来佣金更多更好赚哦。我们之前的影片也介绍过，有兴趣的回头去看看吧。言归正传，回到这个第9号法律，里面写到，主要是为退休人士和受益者提供方便，吸引他们来巴拿马养老和投资。要求就是证明每月有来自巴拿马国家银行的利息收入至少有$750，存款期限至少为5年。这就是之前讲的退休或受益者签证的要求嘛。不过现在物价上涨，利息收入要求是$850。没错啊，时代在变嘛，要求也会跟着变啊。在第2条第4款里写道，符合规定的退休受益者，其配偶以及18岁以下的受抚养人享有特别护照的权利，但要特别注意，持有此特别护照均不得视为巴拿马国籍。所以这个获取巴拿马护照方法就是来源于此咯。没错，虽然现在收入要求跟原本法律金额不同，但是法律精神是一脉相承。在移民局的网站上也写到，这属于特别政策，法律依据就是第9号法律了。因此它是有别于正常的移民签证，申请流程也有不同，所以就这么快咯。嘿嘿，当然要速战速决了，才显得特别嘛。这样就解释得通了，是个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。当然了，要让巴拿马政府给你发护照，还是要靠超能力啊。讲得如此美好，巴拿马特别护照真的没有一点点瑕疵吗？当然有了，凡事都有另一面。首先要注意的是，在一些国家的边境检查可能会遇到小麻烦。难道要被邀请进 VIP 小房间喝茶吗？嘿，你想太多了。其实原因在于，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埋单承认这本护照。哦，哪些国家不给面子啊？目前所知，在欧盟区有些国家表明不承认这种旅行护照，名单显示在荧幕上。如果前往欧洲，就要在承认该护照的国家先跳板过境海关进入，然后再坐火车或者欧盟内部航班前往想去的地方咯。那么离开也是一样道理咯，确保通过承认巴拿马特别护照的国家，离开申根区哦。没错，选择正确的登陆点或者机场是关键。尽管如此，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偶发事件，导致不必要的小插曲哦。怎么样偶发呀？惊喜太多也未必是好事啊。例如在机场过海关时，工作人员突然看到护照上面的国籍信息，看到你不是巴拿马公民，但持有巴拿马的护照，于是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咯。也可能佛系的什么都不问啊。对啊，可能扫描一下就让你通过，很多人不会在意，甚至不会注意到。但必须了解的是，使用这种特别护照是存在一定的风险，因为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。那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如果询问领事馆问能不能用，通常都说能用，但到了海关真的要看海关大人的脸色咯。这算是策略性模糊吧。对于想要快速获得多一本护照的朋友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决方案。只要把钱存到巴拿马政府的银行，并且有不错的利息，就能为全家人获得这个小本本。这个 Plan B 不错吧？感觉不错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啦。想了解巴拿马更多的移民资讯，来看看这支影片吧。这个频道的发展有赖大家的支持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
Ciao。拜拜。